Welcome back to Forever Summ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坐在相机前面，然后做一些化妆的影片。那你们从我频道另外2支影片都可以知道，我就是前阵子我去菲律宾的宿务玩了。那玩回来之后嘞，我就变黑了，整块额头都非常的黑。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阵子我去烫头发了，颜色变得比较淡。我其实没有试过这么淡色的染发，我还是人生第1次漂染。以前我知道的漂染就像这样一束一束一束的，可它这一次的漂染啊，它是有点像是一片一片一片的在头发里面。它整个流程有先漂头发，再补我本来头顶的发色，这样就2个步骤了。最后一个叫做算是加色吧，就最后一次再上一次我想要的浅色在我飘染的头发上面，所以这总共时间真是做到屁股都烂掉了。今天的主题不是我的头发，我只想说跟你们 update 一下最近就是有哪些新的变动这样子。好，今天影片的主角就是这个 NARS 的假彩盘，它的名字叫做 Expose Cheek Palette。这个假彩盘啊，在台湾也已经上市了。台湾的定价大概是2300到2500才一盘。那我在澳洲买到的时候，其实是90块的澳币，它的费用是真的比较昂贵。像这种假彩盘，常常里面都会有废色，但是这个假彩盘里面没有废色。我觉得唯一一个是收到之后我才发现的，就是这2个颜色啊，你在盘里面看起来很像。我跟你说，刷起来涂在脸上就是更像。所以说这是唯一我觉得它的缺点。然后还有它的打亮啊，比我想象的低调很多就是 NARS 这么高调，然后盘做的这么美，既然高光是很低调，也是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但是它没有不好啦。然后我手上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贝卡的，这是一个指纹收集器，没错，这是我近期非常爱用的连彩盘。等一下我再把2边的打亮试给你们看。这个眼影盘我当时真的等了好久，因为在美妆 YouTuber 上面，台湾啊、美国啊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讲这个盘，而且它是限量的。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先来问问看，就是澳洲这个 Mecca 的贩卖店，它有点像是可能 Sephora 在美国 ，Mecca 就是在澳洲这一块。我们也有 Sephora， 可是它拥有的品牌比较没有这么多，像是 Hourglass 我们也要从 Mecca 才买得到。那总之我3月底写信给 Mecca， 3天之内我就收到回信了。刚好在4月1号的时候 ，Mecca 回信告诉我说，他们会在4月2号 online and in store 都会发布这个假彩盘，所以在4月2号我就立刻下单买它了。那虽然它的费用90块蛮高的，可是像我刚刚说的，它没有废色，再加上我其实没有任何一个 NARS 的假彩或是打亮的产品，因为 NARS 黑黑的那个包装就是雾面摸起来滑滑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会黏黏的，它那个黏黏的就是无解。我觉得它是黏到我恨不得用卫生纸把它包起来，然后这样就是一个产品就看起来非常的丑，然后它黏黏还会黏到别人一起。因此我也绝对不会买任何 NARS 有那个相关包装的产品。所以这个假彩盘出来，我就觉得哇，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假彩盘试到 NARS 腮红，还有 NARS 的高光。所以这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假彩盘。那当我收到的时候，我给你们看，就是这边呢一根毛，黑黑的一根毛，然后在这附近呢还有一根毛，就是有2根毛。这一个90块的盘里面有2根毛，然后这2根毛是我拿不出来的，因为它就刚好在这个美丽波浪塑胶的下面就藏着这2根毛。我当时收到，虽然有看到这个毛，但是我实在是太期待，所以我就把它打开，然后我已经就是试色了一遍。所以其实我当时试完色，我还是觉得说，就是心里痒痒的。我花了90块去买了一个盘，然后它们有2根毛，这个东西啊，就让我还是有点小小不爽。所以我当时就上了 Mecca 的网站，想说，那我不要写在产品的评价里面，不要帮人家打星星，变得很少。因为其实我对这个产品，就除了这2个颜色太相近以外，其他我是觉得目前来说啦，我也没有用很多次，我就用过这么一次，就是试色而已。就是对我来说，我没有对它有负面的评价，我就只是觉得他们在品管，就是包装的品管上面，我觉得不是很满意。3天前写信，那就是3天后就是今天 ，Mecca 打来的电话，他们主要问我说，
这个盘子上面的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在他们后续的包装，还是在出厂的时候就有的状况？我就跟他说，一定是出厂前的状况。那但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就是，起码你们在把这么贵的产品收到，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把这个产品送到我手上，但是你们在收到这个产品，然后包装起来送到客人手上，你们总是要做一个品管上的监控，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90块，90块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就是还是表达了我在这一块的不是很满意的部分。那他是跟我说，我可以选择是换其他的产品，或是如果我想要换一盘的话，但是我已经跟他说我已经摸过了。他说你可能没有摸吧，既然你对这个包装不满意，我就说没有啊，我非常期待这个东西，我还是摸了。那他说没关系，摸了他也是可以帮我替换，所以我礼拜一就会把这个拿去替换，也就是说到时候替换回来我就不会拥有这一盘了。我对他们这个售后服务是非常非常满意的。那主要我是希望说这个是限量的彩盘，我希望寄回去的时候我还可以收到这一个彩盘，不要到时候他们跟我说没了。所以就是为了以防万一，我今天还是先做这个影片。那我就希望用这一个假彩盘来上我脸下剩下的妆。其实我的 bronzer 已经上完了，然后我的粉底今天是用 Infallible 24 Hours Fresh Wear L'Oreal 的这个粉底，我觉得这个粉底真的很好用，它遮瑕度很好，它非常的服帖，然后嘞，它很水、很薄、很不厚重，在脸上感觉非常非常的良好。我真的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它这么的红，只是它的颜色真的是太黑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用这个今天这个 NARS 的假彩盘。好，首先嘞，我比较想要用的颜色，就是今天我想要用这个盘来画我的眼妆，还有我的假彩。我来刷个色，首先先刷这2个。哇，这是一个蜜桃色，我觉得它有点荧光橘的感觉，蛮可爱的。你看啊，它其实刷出来是真的有颜色的差别，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粉，一个比较紫，但它上在脸上颜色真的非常非常的像。好，再给你们近看一下，这5个颜色都超美。好，接下来我要给你们做一点点比较，就是我来刷一下我这一盘近期非常非常爱用的，来刷这个颜色，它珠光的颜色就是比较强烈。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雾面的话，其实你会比较喜欢 NARS 这一盘，它出来的颜色就是不是，我觉得它不是完全雾面，但是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像 NARS 这一盘就是这么珠光的感觉。好，接下来我这一只手食指刷这一个高光，然后嘞中指我来刷 NARS 的高光，高光来咯，我涂到这里。这个是贝卡的，它比较白，所以它的颜色会再亮一点。然后这一个嘞是 NARS 的，但是2个啊都非常非常的细。好，这就是我这一次的手刷试色给你们看啦。眼睛打底的这个部分，我就用这盘中间的这个颜色，它粉质压得蛮实的，所以真的不太会飞粉。你看。这没什么粉可以飞。这个颜色啊，在眼睛上的显色度比较淡。那接下来我再用这个比较橘的这个颜色，再上一次，再加深我的眼窝。你看它是真的不会飞粉，但是还是要敲一敲啦。好，再来上下来一点点。它这个橘色就是颜色再亮一点。用这个比较深的颜色做一个眼尾的加深，它颜色在盘里面看起来很深，可是其实上出来真的没有那么夸张，有一点透明感的感觉。晕染的效果真的还不错。其实很多人啊，就是在用这种彩盘的时候，都会说
哦，这个颜色也可以拿来当眼影啊，这个颜色可以怎么样？可是通常别人把彩盘啊说来可以当眼影啊，要么这颜色就是很废啊，要么这颜色就是太夸张，不适合拿来放在脸上啊等等。可是，在这一盘来说啊，我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占领，因为它这颜色真的是非常多功能。那下眼影的部分，如果我用粉红色会怎么样？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粉红色好了。毕竟它是腮红嘛，所以不会像眼影这么夸张显色。然后再把后边这个颜色做一点点眼尾的加深，然后我再用这个打亮的颜色嘞，做一点眼头的打亮。那我再轻轻的上一点在我的眉峰下面。哦，我因为染头发变比较浅，我现在还在适应到底要怎么样画我的眉毛，因为我要用染眉膏，用太浅我又觉得看起来没有眉毛很奇怪，但是用太深又觉得好像有点突兀，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还在学习要怎么样应付我每天的眉毛。如果你们觉得很奇怪的话，那就是真的就是很奇怪。好，那眼影现在结束了，我先去把我的内眼线跟外眼线都画完再回来。睫毛膏啊，我这次有一个新的，这是 Hourglass 的Cushion， 我买的这是比较短的，这个应该说它是试用包吧，试用的啊，刚好是它就是完整版的一半。可是啊，你可以买2个这个小的，还比买1个大个的便宜。我真的不知道这原理是什么。我对大牌的睫毛膏就是觉得睫毛膏这种东西真的不太需要买到大牌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小个的来试试看它到底有多厉害。那用起来根根分明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我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国外有这么多人推它的睫毛膏。你看我一边是画，一边是没有画，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我也没有夹睫毛，所以它真的是很厉害的一款睫毛膏。我觉得它这个头也是非常的厉害，它这个头啊，就是有很多很细小的梳毛，可以让这个根根分明的效果很明显。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支睫毛膏，但是要我投资睫毛膏，而且它们的寿命又这么短，我真的是觉得，睫毛膏不用用到这么好没有关系啊，或是我之后就留住它这个刷头，而且它 hold 卷翘的效果也很好。它在我眼睛上也不太会晕染，说这款睫毛膏目前来说真的是我觉得用过非常根根分明又会有存在感的睫毛，但它的刷头用来刷下睫毛，我就觉得有点太大，所以下睫毛部分我是要用这个，这是1028的，然后它的刷头啊就比较小，所以它在画下睫毛的部分非常的方便，画给你们看。这是画好的下睫毛。我觉得1028的这一支啊，因为它的刷头真的是太小了，所以它用来画上睫毛，我觉得不太够力。但是我发现它的刷头很小，画下睫毛非常的好看。好啦，下睫毛都画好了。那这一盘它上的眼影呢，有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淡淡的颜色。然后我现在头发颜色比较淡，我觉得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蛮有气质的。自己说。好，然后我今天唇彩是 MAC 零色差的 Dope 这个颜色，我真的非常爱这个颜色。而且你在嘴唇状况不好的时候啊，它真的完全不会让你嘴唇显干。它的质地就是有一点点比较油、比较厚，它的显色度、饱和度跟滋润度真是无话可说。那今天的腮红嘞，最想用的颜色是这个，因为这一个腮红啊，就是看起来颜色很重，对不对？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只是我觉得，像我很喜欢这种比较胖的腮红刷，这样子刷上去的效果。如果用在这个盘啊，就是有一点点大。如果用中间的话就不好，因为这样会沾到，就是只要会沾到高光，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啦。那其他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对啊，就是有点太小了。我还有这种，这个是什么牌子我也忘了。
然后这一个啊，它就是也是可以用啦，然后它就比较小，那它的 size 就是比较适合在这里面，就不会沾到外面，可以这样，是吧？所以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盘子比较小。那另外一个嘞，我的这个指纹收集器啊，就非常的棒。你看它这么大，而且它都是凸的，完全不会沾到，真是超棒。我们就回到正题，上这个比较深的腮红咯，它就真的不会飞粉显色度还 OK， 不会太夸张。我觉得是因为它粉压得很浮的关系，这颜色真好看。我是会把腮红就是带到额头、带到鼻头、带到下巴的人。我觉得这样有比较那种 come together， 脸上比较统一的感觉。我好像范围上比有点太大了。跟我的蜜粉刷，把它降低一点。接下来我们要上打亮哦，它的打亮就比较飞粉哦。它的颜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耶，你看它完全不会显皮肤的纹理。我觉得我说它没有那么显色，其实错怪它了。好，你看这边是还没有上的哦。这边是上的，看得到吗？那个很细致的光就在我脸上这样子打，好，有点痒。你看它，看不到。然后我来定个妆。颜色光泽真的超美的啊，你看我的打亮好细呀，快没电了。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说你的 NARS 眼影盘上面有1只毛、2只毛、3只毛，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没有的话嘞，如果你有这个眼影盘，你也告诉我你到底有多喜欢它吧。谢谢你们的观看，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记得订阅之后再离开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